Hello， 大家好。今天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加拿大的房屋销量创14年新低，与去年同比销量暴跌了 37.1%， 环比也下降了 3%。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表示，1月份的惨淡销量抵消了上1月的小幅上涨，可能需要再等1-2个月才能看到买家活跃起来，因为目前新上市房源数量接近历史最低水平。随着天气变暖，市场可能升温。现在市场上的卖家较少，这是因为很多想卖房的人认为现在的房产市场低迷，他们无法出售或者是卖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尽量等待房产市场复苏再上市。房屋销量环比下降，主要是因为安大略省、汉密尔顿、伯灵顿、魁北克等地区的销量增长被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岛其他地区、卡尔加里、埃德蒙顿和蒙特利尔的销量下降所抵消。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认为，2023年初很像2019年，在经历了1年获得抵押贷款资格变得更加困难之后，每个人都在看市场是否会在春季回暖。2019年市场开局缓慢，是因为没有太多房源，但春季大量房源上市，市场就复苏了。我认为这次情况可能与2019年不同，一是抵押贷款利率一直很高，能取得贷款资格的人很少；二是房价虽然有一些下跌，但还没有下跌到人们能够负担得起的水平；三是人们普遍期待很多限制炒房的政策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比如2年海外买家禁令、反翻转投机税等限制炒房的政策。有些政策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是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认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央行的利率现在处于最高水平。今年春季市场很可能复苏的令人惊讶，特别是在价格一直稳定或正在稳定的地区，买家可能对接受浮动抵押贷款利率越来越有信心。对于买房的人来说，2023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因为今年的市场更加平静，购房者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这点我就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得出这种结论的。目前来看，加拿大央行继续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就业市场都远好于预期。加拿大1月新增就业岗位高达15万个，是预期的10倍，5%的失业率仍接近 4.9% 的历史低点。皇家银行最近的报告认为，长期劳动力短缺可能会导致加拿大通胀回升，加拿大可能长期面临工资通胀的螺旋上升。美国1月份的 CPI 环比上涨了 0.5%， 同比上涨 6.4%， 不论环比还是同比，数据都高于预期。核心通胀同比上涨 5.6%， 也高于预期。在美国，住房成本、能源和食品通胀都高得惊人，分别高达 7.9%、8.7% 和 10.1%， 尤其是食品通胀问题十分严重。比如与1年前相比，美国鸡蛋价格上涨了 70.1%， 仅12月到1月就环比上涨了 8.5%。今天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上月零售额超出了预期，零售额增长了 3%， 这是自2021年3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远高于彭博社估计的 1.9%。 不断上涨的物价、强劲的消费、火爆的就业市场，最后都将推动美联储和加拿大央行继续加息。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的数据显示，1月份新挂牌房屋数量环比增长了 3.3%， 尽管有所增加，但是全国的新上市房屋数量仍处于历史低位。1月份新供应量是2000年以来当月最低水平。虽然房价从高峰回落，但是很多买家没有找到想买的房子。有些人即使找到想买的房子，但是要获得抵押贷款资格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随着1月份新挂牌量的增加和销量的下降，新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回落至 50.7%。 当新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超过 60%， 就是卖方市场，房价可能会上涨。这一比率如果低于 40%， 就是买方市场，房价可能会下跌。这一比率维持在 40%到60%之间的时候，这样的房产市场就会被认为是相对平衡的市场，房价也相对稳定。但是如果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即使这一比率仍然很高，但是市场正在转变成买方市场。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这一比率下降的很快，说明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正在快速进入买方市场。1月份全国平均房价为612204加元，与去年同比下跌了 18.3%。每个月下调一次市场预期的皇家银行在最近的报告中终于承认，加拿大的房价下跌会持续更长时间。他们之前的报告认为，房产市场的底部很可能出现在春季，现在他们认为多伦多的房产市场逐渐接近周期性的底部，但价格回调需要更长的时间。
他们认为蒙特利尔的房价下跌将在短期内继续，因为信心重建和市场稳定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皇家银行认为，温哥华未来几个月的房价将继续下跌，以缓解该地区已经很差的房产负担能力状况。而卡尔加里的房产市场处于软着陆模式，尽管库存较低，但是预算不足仍将造成房价下行压力。这种情况在短期内将持续，不论加拿大还是美国，高通胀阴影都挥之不去。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第3季度生活质量和生活成本社会调查结果显示，35%的加拿大人表示难以维持生计，26%的人表示他们无法支付500加元的意外开支。大多数加拿大人都担心汽油和食品成本上涨。有4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非常担心自己负担住房或者是租金的能力。最新发布的加拿大家庭前景指数显示，1/6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可能会在未来60天内拖欠一笔大额贷款或者是抵押贷款，这比1个月前上升了2个百分点，这是自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2%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可能会宣布破产，比上个月增加了3个百分点。根据加拿大研究协会的一项调查，34%的加拿大家庭表示，与1年前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更差了。在过去几十年，因为容易变现，兼具保值升值的功能，房产一直被视为具有金融属性的投资品，尤其是在加拿大，很多人依赖房产积累财富。疫情对房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经济的不确定性并没有使人们投资行为变得更加保守，投资者反而购买更多的房产，负担了更多的抵押贷款债务，这导致房价和租金飙升，给加拿大的住房市场带来了不平等。很多人开始质疑加拿大的房产政策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尤其是在这个长期供应不足和房价难以负担的时代，为什么加拿大允许投资者推高房产价格，吞噬普通加拿大人的买房机会？加拿大统计局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投资者确实在房价加速上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不断上涨的人口、增加的移民以及更多的国际学生不断涌入，这让很多投资者看到了房产投资机会。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投资者拥有全国超过1/5的住宅物业。具体来说，投资者拥有新斯科舍省31.5%的住宅物业，新布伦瑞克省29%的住宅物业， BC 省23.3%的住宅物业，曼尼托巴省20.4%的住宅物业，安省20.2%的住宅物业。研究还发现，公寓是加拿大房产投资者的首选，投资者持有安省超过41.9%的公寓，持有多伦多36.2%的公寓。在安省和 BC 省，公寓往往是首次购房者的首选，但是如今他们的选择余地很小，因为他们必须和投资者竞争。安省和 BC 省投资者都至少持有2016年以后建造的公寓的一半。在安省的伍德斯托克、BC 省的圣约翰堡，投资者持有公寓的比例甚至超过了90%。因此，如果你在这些地区买不起公寓，绝对不是你的错，而是这个城市出了问题。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地方政府在住房供应方面不作为，导致住房供应过度商品化。比如安省就极其缺乏专门建造的出租物业。在政府资助的出租专用房屋很多的欧洲国家，人们大多不需要担心房屋供应不足或者是租金突然飙升。而加拿大从70年代就基本停止了建造专用出租房屋的激励政策。加拿大的人口激增，但是出租房屋开发却停滞不前。此外，还有一些留学生会在加拿大购买公寓用于留学期间的居住，毕业后卖掉这些公寓还能带来一些投资回报。这条路目前已经走不通了，因为2年海外买家禁令已经生效。造成加拿大房产市场不平等的还有腐败及涉毒的脏钱能够轻松流入加拿大房产市场，这推高了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房价。调查发现，通过加拿大房地产洗钱的有一半资金来自国外，其中中国占外国资金的近1/4。加拿大房产市场的问题还有很多，房产市场利益相关机构，比如 CMHC 银行，整天为加拿大房产市场敲边鼓。房产经纪和贷款经纪说假话的人太多，说真话的人太少。很多不良经纪为谋私利，蓄意搅浑房产市场，甚至还有一些经纪坑蒙拐骗、杀猪盘无所不为，这些都需要我们擦亮眼睛仔细甄别。综上所述，加拿大房产市场的不平等可能继续长期存在，但政府推出的2年海外买家禁令等限制炒房的政策虽然远远不够，但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也许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政策出台。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们不得不长期面临高通胀的经济环境，
而加息远未结束。即使在今年春季，有很多人被忽悠进房产市场所谓抄底，但这就像去年8月份多伦多的房产市场抄底一样，改变不了房价继续下跌的趋势。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所谓更多的人愿意接受浮动利率抵押贷款，以及房产市场复苏到令人惊讶的水平，没有任何依据，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